今天福宝在小床上正惬意地吃着竹子时，突然的一声响，让福宝立马放下了手里的竹子，起身眺望声音发出来的地方。福宝盯着其呆望了一会儿，福宝确认没异常后，情绪稍微放松了一些。但福宝感觉此地已经不能久留了，福宝打算给自己换个地方。走之前，福宝还没忘带着自己的大竹笋。福宝带着大竹笋来到树上后，心情明显放松了许多。福宝这躺在独木桥和小树树缝之间的这个姿势，让姨姨们单从画面看上去就感觉到了福宝现在过得很幸福。福宝肚皮朝上的动作，更是福宝对环境的信任。因为作为野生动物，警惕性是很高的，是不会轻易把自己全身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地方露出来的。而福宝这一行为，则是对新环境的信任以及对奶爸的信任。一会儿，福宝吃完竹笋后，从树上下来，开始研究自己的小山洞。之前福宝都是走正门的，谁知今天福宝研究起了自己山洞的小窗，试图从小窗户里钻出去。但福宝似乎有点低估自己最近的体重了，给自己卡在了洞口，进也进不去，出也出不来。福宝喊奶爸过来帮忙，但奶爸没有听见。最后，福宝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给自己钻了出来。看来福宝回国后，这是又吃胖了不少。而最近，福宝和自己周边的几个朋友感情也越来越深了。前几天姨姨们看到了福宝和草和和的梦幻联动，今天福宝又跟一宝联动上了，俩人一起守在回家的门口，似乎都在呼叫着奶爸。这神同步般的模样，不禁让姨姨们猜想，通道门口里面是不是不隔音？一宝和福宝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。福宝还特意往一宝这边走了走，这模样像是在问一宝，奶爸是不是在他那边？一会儿，福宝被奶爸喊回家休息。徐奶爸来到园区为福宝打扫园区的卫生，打扫完卫生时，走之前还在福宝的门口放了许多的竹笋和胡萝卜。这么宠福宝，福宝很难不上胖呀。早上，小福宝正在爷爷铺满落叶的空地上玩耍，而铺满落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福宝在地上玩耍时被树枝划伤。福宝看到妈妈在饮水盆旁，便爬去找妈妈。而福宝来到饮水盆旁后，一心想爬上去。第一次失败后，福宝并没有放弃，第二次直接坐在了饮水盆里。爱宝看福宝这般调皮，直接将福宝拖了下来。福宝转头就溜，但福宝跑得还没有爱宝走得快。爱宝追上福宝，再次将其拖了回来。而福宝反而觉得这样很好玩，便不停地跑，然后不停地被妈妈拖回来，直到最后福宝脏成了一个小煤炭。一会儿爱宝困了，来到小木床上睡觉，但为了防止一会儿自己睡着，福宝乱跑。爱宝打算强制福宝和自己一起睡，但福宝哪能如爱宝想的这般听话，福宝在爱宝怀里不断翻腾，差一点就溜走了。好在爱宝提前预判了福宝的动作，将福宝叼在嘴里，一直没有松口，直到福宝最后折腾累了，这才消停下来。而爱宝也如愿的让福宝和自己一起睡觉了。来看看福宝现在营业一整天都在干嘛吧。由于现在天气太热，爷爷们让福宝去室外的次数也少了。福宝此时吃完饭正在睡觉，宋爷爷这时来到园区拍摄这周的福宝日常。而福宝这时醒了过来，在树上看着爷爷对着竹子自言自语。爷爷录制完片段后，开始为福宝打扫吃剩的竹子。宋爷爷一趟拿不了，所以来回往返了2次。福宝这时一直在树上悠哉悠哉地坐着，中途还打了2个喷嚏，直到爷爷将回家的门打开。福宝看到后，从树上下来回家休息。这是福宝今天第1次回家。宋爷爷趁福宝回家休息的时间，为福宝搬来了新的竹子。宋爷爷将竹子分成2份，一份放在小亭子上，一份放在躺椅上，这样不至于让福宝在一个地方待很久，可以让其走动一下。爷爷将竹子放置好后，回了一趟办公室，又返回了园区。这趟爷爷给福宝拿了满满1盒子的竹笋。宋爷爷没将竹笋全部放在一个地方，而是各个位置都放了一块，或许是想给福宝来一个惊喜感吧。爷爷放置完10分钟左右，福宝休息完后从房间走了出来。福宝刚出门就发现了一块竹笋，福宝心想门口居然也长竹笋了。福宝吃完门口的竹笋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爷爷在小亭子上放置了窝头，福宝一边观看着来往的游客，一边吃着美味的窝头，很是乖巧。福宝吃完窝头后，又低头找了找有没有其他小零食。福宝发现没有后，便吃起了竹子。福宝和乐宝一样，只吃自己喜欢吃的，不喜欢吃的竹子连碰都不想碰。福宝吃了一会儿，有点口渴，来到饮水盆前喝水。今天的福宝很是乖巧，喝完水后，福宝来到小躺椅上继续吃。而围观福宝的游客只增不减，都想多看福宝一眼。在小木床上吃了一会儿竹子后，福宝发现了爷爷摆在地上的竹笋。福宝还没等吃完手里的，一抬头又发现了独木桥上的竹笋。吃完树上的竹笋后，福宝突然有了小情绪，将床上的竹子全部破坏掉了。而爷爷看到福宝情绪不太稳定，便又让福宝回室内了。应该是刚刚福宝没休息够，
而宋爷爷则及时出来为福宝收拾弄得满地都是的竹子。两个爷爷为了福宝可真是操劳心了。爷爷为福宝和爱宝制作了一个木头吊床，福宝和爱宝开启了木头吊床争夺战。早上爱宝先来到了木头吊床旁，打算等吃完竹子再玩吊床。这时福宝在外面玩完回来了，发现了妈妈旁边的木头吊床。爱宝看到福宝直勾勾的看着自己的吊床，试图用眼神将福宝逼退，但这次不灵了。爱宝试图吓跑福宝，但福宝才不信妈妈真打自己，甚至还踩着妈妈的背，让妈妈当起了梯子。福宝踩着妈妈的身体爬到了吊床上，仔细的观察着吊床，还让妈妈不要乱动。爱宝心想，真是倒反天罡。福宝越加得寸进尺，爱宝爬到吊床上将福宝挤了下去，留自己在吊床上玩了起来。而福宝被妈妈挤下来后，只能钻床底玩了。但福宝看到妈妈在床上玩得这么开心，自己也很想玩。福宝趁妈妈不注意，悄悄从一旁溜了过去。但爱宝占据了整个吊床，根本没有自己的地方。福宝钻到吊床下面，打算在下面玩。而爱宝这时有点渴了，离开吊床去喝水。福宝从吊床下面钻出来后，发现自己的妈妈不见了。吊床和妈妈比起来，显然妈妈更重要。福宝跑去找妈妈，但福宝刚走，爱宝就回来了。等福宝找了一圈回来时，自己的小木床又被妈妈占据了。福宝表示自己是因找妈妈才离开的，所以妈妈应该让我玩一会儿。福宝面对着妈妈的推阻，当仁不让，硬是坐在吊床上不下去。最后爱宝也妥协了，母女俩便一起在吊床上吃竹子。福宝吃东西没有爱宝优雅，总是各种奇形怪状的姿势。福宝劈叉，仰面躺在爱宝的身上，一会儿又觉得这样不舒服，又换了个姿势。这时爱宝手里的竹子刚好吃完，爱宝顺手将福宝的竹子拿了过来，而福宝又觉得在吊床上不舒服了，来到了小木床上。爱宝看到回家的门开了，起身回家。福宝由于太专注于吃了，被爱宝下床的声音吓了一跳。浪漫的宋爷爷正在为福宝栽种鲜花，宋爷爷将一束玫瑰花单独拿了出来，将其插在竹子上递给了福宝，而福宝正乖巧地坐在树上晒太阳。宋爷爷看福宝腿卡在树上，感觉不舒服，给福宝调整了一下姿势。可宋爷爷不管怎么调整，都还是感觉不够舒适，索性直接将福宝抱到了小木床上，之后将玫瑰花递给了福宝，而福宝身边还放置了一块宋爷爷给爱宝准备的窝头。福宝反被窝头吸引，此时宋爷爷刚想要拿手机给福宝拍照，就发现福宝盯上了妈妈的窝头。宋爷爷先将窝头拿开，让福宝配合自己拍照，福宝只好勉强配合一下宋宝。宋爷爷看福宝对玫瑰花不是很感兴趣，便又将福宝抱到了自己准备的鲜花花束前。奈何宋爷爷的浪漫福宝不懂，福宝转身就跑。宋爷爷还想要再做尝试，将福宝抱了回来。福宝再次闻了闻爷爷准备的鲜花，福宝表示这花确实不好闻。宋爷爷看到福宝不喜欢自己准备的鲜花，便不再勉强福宝，将福宝抱回了小床上，还将爱宝的窝头递给了福宝。因为宋爷爷知道福宝现在牙还没长齐，就算窝头给福宝，福宝也吃不了多少。而福宝已被窝头的味道深深的吸引，就在福宝趴在窝头上啃咬时，爱宝走了过来。爱宝来到小床上，没有发现今天的窝头。正当爱宝疑惑时，一回头发现原来自己的窝头正在被福宝偷吃，一把便将窝头拿了过来。而福宝还不服气的张嘴咬妈妈，让妈妈把窝头还给自己。江爷爷正在和福宝谈心，表示福宝今天在外面闯了很多祸，问福宝有没有要跟爷爷解释的。原因是福宝今天下午营业时，在外场园区折断了一根非常大的竹子，当时爷爷赶到时已经为时已晚了。爷爷对福宝说，你又闯祸了，但转头又夸福宝真是个有能力的小熊。果然教训归教训，该夸的也不能少。虽然闯祸了，但是大孙女能力很强，还能勇敢地吃着闯祸来的竹笋，真棒。而福宝听着爷爷的念叨，嘴里的竹子却一刻也没有停。福宝心想，只要不和爷爷对视就没事儿。爷爷当即表示要和福宝谈谈。等回到房间，福宝吃着刚才折断的竹笋，而爷爷则在一旁给福宝讲着道理，表示福宝刚才折断的那根竹笋近乎5米，问福宝以后能不能不要再闯祸了，要像妈妈一样，要善良的生活。爷爷看福宝翘着二郎腿，表示以后爷爷说话时可不可以把腿放下来。或许是爷爷看福宝不搭理自己，试图转移话题，给自己个台阶下。而爷爷说着说着，便又为福宝包起了竹子。